大家好，欢迎来到知定讲堂。我们这一期啊，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郝广才先生来到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啊，我要跟他共同主持有关于启蒙方方面面的一系列的这个我们两个谈话。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郝广才。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了，请。我是做儿童书的，我们公司叫格林文化。台湾有2种父母，就是一种有买格林文化的书给小孩看，一种没有。我是以做绘本为主 ，picture book。那我们比较大的特色是，台湾因为以前市场很小嘛，然后插画家培养的也不够，所以我们大概全世界用了差不多接近400多个画家，大概不到10个是台湾的画家。不是我故意不用台湾人哦，是台湾这边不够，要形成出版要一个量。那运气也不错，是我们做这个以图像为主，所以可以用全世界的人。比如说西班牙的作者，我就不知道他写的好坏了，要他在美国出版了哦，我们才买的。我打个岔，我看过那个格林图出的这个说是童书啦，其实给大人看起来一样有趣，尤其那个插画之优美，我觉得每幅画都可以做艺术品的收藏。因为写童书啊，像好像一定他是要培养儿童的真善美嘛，是不是？是啊。那我们这个节目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对。所以我们呢，志趣相投，是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很高兴，真的请到郝先生。另外一个就是说，郝先生这个童书啊，他是得奖无数的啊。那这个得奖方面，你们就我们就是得奖主要都是画家的功劳啦，画家作家的功劳，因为是他们得奖，我们是做。其实我们做书做编辑，就是为天才服务的，然后想办法看他哪里有问题，可以让他更厉害。那我们真正得到一个比较了不起的奖是，2014年 Bologna 50周年吧，他开始评选世界的出版社，我们是得到那个全世界最棒的出版社，但是它有点政治，就是分区，我们跟美国人没得比了嘛，英国人怎么比？所以我们算亚洲第一名。这个比较可以吹牛的就是说，或者说骄傲，应该是骄傲，就是日本还在我们后面，我们还比日本、韩国其他华文地区的出版社都先得到，这了不起，这了不起，对，这算我们就做这样快30年这样一点点成就。但就跟那个大哥讲的一样，我们做这就是求真、求善、求美嘛，真善美乐，就是用快乐的方式让孩子得到这个。那其实如果小时候他学会了真善美，就等于这个脑袋落在这里边，他就马上会分辨出来。我讲一个我自己家里真实的故事，我的侄子是在加拿大长大的，他5岁的时候第一次回台湾，我爸妈就带他去鼎泰丰吃小笼包，小笼包很好吃啊，小朋友很开心。第2天我爸妈又带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在中国菜馆嘛，餐厅，可是怕他吃不惯别的菜，就刻意点了1笼小笼包，因为昨天看他吃得很开心嘛。结果小朋友5岁哦，小笼包拿来咬了一口，吐到碗里去说这个不是小笼包，吃过好东西啊，一下就感觉出来。这个我对鼎泰丰就佩服，这真实故事。对，这很有趣。就是说，以前那个新任院长刘兆玄嘛，是就刚很熟。我很钦佩他讲一句话，他说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往往不是因为道德和法律，而是因为品味的关系。对，没错，就这个是太丑陋了，不能做。对不对？对，那这个很有意思。那其实我们讲到真善美这个品味其实就是牵涉到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对，没错。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开始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那我觉得文明正面定义很难。你要反面定义。反面定义。对，
比方你说一个人好啊，对可是你说他不是坏人，一句话啊，所以说反面定义比较容易。所以说我说文明什么反面定义？说先定义野蛮是什么？文明就是不是野蛮。所以野蛮是什么？野蛮就是我们很清楚啊，以前我们不了解，现在当你随便看看动物的这些很多影片嘛，对，那些其实拍这个野生动物影片的人很了不起，我觉得是，哇，那个真是环境恶劣啊，是那个可是他就很真实的来记录这野生动物的这个生活，是，哇，一看真的吓坏了。你看野生动物基本上你发现什么呢？第一个，它的生存条件是极端恶劣，基本上它一直在饥饿状态，对，永远不够吃的，也不够吃，永远是饥饿啊。那因为这样状态呢，所以它永远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绝对的自私，绝对的残忍。他们野生动物极端的重视地盘。我好像记得好像说，像那个豹子啊，它是这个独居的嘛，对，一个豹子需要霸占什么250平方公里的地盘啊，所以这个就可以说弱肉强食加地盘，就是构成野生的这个是野蛮的。是，所以我们人类其实常有人讲说，人之初性本善为性本恶，都不准确。人之初性本兽，是，我们本人野兽也是出来的，是，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人呐，我们人就知道叫做从这个腐乳纲，灵长目，对，纲目剑门纲目科属种，对，科我们人科，我们人科啊，还包括黑猩猩在里面。是，所以人科的话，到了这个人属，其实有16种。我们这个种啊，就是智人嘛。对，智人还古代智人、现代智人还现代人，所以这衍生下来，其实我们根本就是从野兽出来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对，而且Jane Goodall 就是那个珍古德博士，那个我跟他算好朋友，因为我们同一天生日，他来台湾都是当时是我们帮他安排活动。他跟我讲一个事情啊，他就是大哥讲的，就他每天出去吃一根香蕉，就要待在那里躲一整天不能动，因为动物就警觉就跑掉了。他讲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啊，就是有一次有游客进入他的保护区，把小儿麻痹的病毒带进去了。那时候人已经有疫苗，所以人没事。可是黑猩猩没碰过这种病毒啊，惨了，死一片。但是有些黑猩猩比较强，就生存下来。可是生存下来以后，它走路就这样100。好，当这个黑猩猩生存出来，我们现在看到，哎呀，你康复了，你逃过一命了。不是，在动物不是。这些黑猩猩一看到这只黑猩猩，吓得全部跑开了，然后过了一会，全部跑回来，把那只黑猩猩打死了。就是恐惧会带来迷信，我感觉野蛮的时候，那这个迷信可能就是残忍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恐惧嘛，所以我要解释这以后，我开始迷信了就开始这种事情很多就是人一定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是学会了说这个人身体受到残障，他不是真的有问题，他甚至可能是霍金，可能是大思想家，这就要过程了。否则以前我们台湾人这个所谓精神上有障碍的人，就把他当疯子或马蜂病就关起来隔离啦。对，而且我整你或者我欺负你是应该的，因为你以前做过坏事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宗教进到迷信对，变成很残忍。是，我讲一个例子就是真实的，就是1642年在美国这个2月14号情人节，因为这个我记得，在New Haven这个地方，康乃狄克州，就是现在那个耶鲁大学在的地方，当年还是殖民地，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有一只猪生了一个小猪，是一个眼睛的，哇，当地人吓死了，想说这一定，而且当时移民去美国的这些人都是清教徒，所以宗教很信很强，牧师等于就是领导者。出来了就说一定是撒旦魔鬼在作祟，那谁干的呢？就开始找，很不幸，那个镇上有一个人是一只眼睛，独眼龙，想是他，一定是他强奸了那只母猪。Oh my God！ 生了这个小猪，
然后更不幸的是，那只母猪的主人也是他的雇主哦，然后再来追这个家伙呢，在别的镇子过来的，他曾经偷东西被打了2鞭，还做过一件坏事，他曾经性骚扰，现在叫性骚扰那个女童，糟糕了，好乱摸女生，好糟糕了。然后呢，他也不上教堂，从来不看圣经，铁定是他，就把他抓起来了。他当然刚开始说，我怎么能干过这事？啊，可是检察官就是跟他说，治安官跟他说，这样子啦，就是你以前乱摸小女生啊，就被打2鞭嘛，现在这个也是，你就让大家安心，啊，你就承认是你做的，保证呢不会超过2鞭。然后他也没钱请律师，他就想说，好吧，给他打2鞭吧。哇，糟了，他承认了，是他干的，有陪审团哦，判了绞刑，吊死了。你看这个是很残忍吗？好，这事情过了，第1645年第3年，又出了一件事，有一只猪呢生了那个哦，还有前面我要再补充一个，那只母猪也杀了，因为他跟他通奸。好，3年以后有一个猪，就他们这镇上生了双胞胎的猪，2只猪都很丑，而且秃头、秃发、没有毛。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是秃头，然后他们发现，哎，他2只猪很像他，惨了，他的猪头猪脑呢？说是他，一定他，因为既然前面有人强奸了猪，现在后面也会发生啊。好，这次检察官也是跟他说，你就认罪，他死不认罪，因为前面那个吊死了，所以他逃过一劫。你看多残忍啊！死不认罪后来没事，就没事了啊。哎，我特别讲，我讲的那个人叫乔治·史宾塞 （George Spencer）， 就真的有这个人哦，我不是乱讲。第2个叫 Thomas Hoger， 对，我特别把它记起来。然后我讲，我们人类是1985年 DNA 鉴定才出来，光在美国，那马上回去清理，就超过300件冤狱。你想，1985年美国已经是司法这种全世界保障最强的了，你看有多少冤枉，很可怕。对，所以刚才讲的，大家讲是骗你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结果什么呢？就是你坦白了，苦劳坐穿，对，抗拒回家过年。是，对，所以真的不能乱承认。是，然后我感觉罪恶都不是一时的恶意哦，它有一个社会集体的同意。就是我们为了求心安嘛，哈，就是我们集体会这样，就好，就是他了，算了，不要去追真凶。可是人类开始扭转，说不可错杀100，以前是不可错杀宁可错杀100，不可以放过一个，就是不可以，你错杀一个是对所有正义的这个崩盘。对，这个是很久啊，是人类最近才出来的。这个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是，对不对？启蒙运动，就是强调，不能为了集体的目的啊，是牺牲个人的权益，是啊，叫人本主义嘛，对 ，humanism， 差不多那个时间。对，其实这个，所以呢，基本上现在人呢，我们看很多东西觉得很可笑了，是以前很残忍，对吧？对，野蛮什么无知，对无知嘛。那现在慢慢的有知识了。我们慢慢脱离野蛮，是对不对？是。可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战乱啊？就还有很多野蛮的人在那边，就是是非对错搞不清楚，自己也不用逻辑思考，对，也没有独立思考，是啊，被这宗教上的神棍，对，还有政治上的恶棍，是他妈带着跑，对，因为是平行的嘛，对啊。所以说我最近在想嘛，以牙战争是很愚蠢的。尤其是最近哈马斯，你跑到以色列那边，就是老弱妇孺就杀一片，是，到底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对，不让这个阿拉伯世界跟犹太人达到和解，因为现在这个拜登上来啊，一直在拉拢这个阿拉伯世界跟犹太的关系嘛，像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吧，可能开始要和好了嘛，是，这些神棍啊，坐不住了，因为没有冲突，他就没有利益了，就没法混的啦，是，对不对？所以这个神棍还是代表以前野蛮的一部分，就是要制造对立冲突，然后他在那边啊操纵，对，所以这个，所以以牙战争
那个到现在为止啊，就神棍操纵出来的。是这个罪魁祸首了，我找出来了，叫做阿明侯赛因。啊，哎，是这阿明侯赛因呢，他本来是人家这个一次大战的时候，本来在巴勒斯坦地方是属于奥图曼土耳其人的，对对不对？对。后来这个一战那个土耳其打败了，把地吐出来，那么这个巴勒斯坦地方是英国人管的。是，英国人那时候很多犹太人在欧洲感觉受到迫害啊，是，就往这边移民了。移民。阿明侯赛因就鼓吹这个，有巴勒斯坦人攻击他，对，打压他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开始根源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啊，他就是杀。然后这个阿明侯赛因呢，在二战期间呢，还跑去拜会希特勒，哦，跟他提供方案，说如果德国打到这个地方，怎么样彻底消灭犹太人？哎，很可怕，就很可怕。所以就是神棍了。探索真理的人是可敬啊，想独占真理的人就很可怕。宗教上很多人想要独占这个真理，就是说真理是我的。其实中国有开始文明，跟周公有很大关系。我现在慢慢看，比较多书知道，就是当年商朝人，现在不是找到殷墟吗？哈，就找到甲骨文的地方，哦，底下就会有一堆人骨。那现在知道了。当年这个甲骨文慢慢解读出来，就是通常在做甲骨文都是为了祭祀。那商朝的时候用什么祭祀？活人。所以呢，他们祭祀，他们这个占卜啊，用这个甲骨文，通常都是问说：我往西方去抓人，可以抓几个？可不可以抓到20个？然后越多越好。所以商人的那个很像阿兹特克文明一样，就是都用活人祭祀。那周朝最早。其实是商人在西边的代理人，专门帮他抓羌人的。后来两边闹翻了嘛，那纣王这个在朝歌这个自焚而死，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哦，就等于他把自己献给他的诸神。好，所以文王、武王其实都还是，抓人来祭祀，因为武王要继承商朝这块地盘。还好武王没多久就死了。正史上有记载，就他常常做噩梦，可能他真的有点良心，杀太多人。好，周公掌权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准再搞活人祭祀，啊，最大的祭祀也只能用12头牛，平常只能用2头，那一般贵族就是，1头羊、1头牛、1头猪，不可以用活人。好，这华夏文明从这里开始。对，以前是野蛮的哦，其实周公最要紧。所以反过来，你看孔子会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啊，就是对，就是周公是这个。可是后来还是有不同这个野蛮的插曲会跑出来，所以还会有搞童男童女或活人陪葬的，这还有很多。你看那个明朝永乐皇帝，他死以后3000多个宫女嫔妃全部吊死，你看这很可怕的皇帝。对，刚刚讲过野蛮呐。野蛮有些动物啊，很可怜，还不得已。对，因为它生活条件太匮乏了，是，对不对？所以有人统计过哈，我记得50年代一些这个哈佛大学跟 MIT 的教授，他们跑去澳洲考察，那时候有些土著，这土著他没有农业，他就是靠打猎捕鱼为生，结果就才发觉哦，要一个人要5平方公里水草丰沛的地方才能够生存。一个人而已，那人多怎么办啊？大安区只能养我们2个。对，这只能养我们2个，怎么办呢？看多个人就广财杀掉，对吧？就杀，就会赶嘛。所以以前人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娱乐时代是很辛苦的，杀，所以那个人的大迁徙。我常常有时候看说，这个人跑这么远。我现在他妈有飞机有车，我也跑不了这么远。这跑得远，当然他是世世代代慢慢跑，慢慢跑。对，像我们的人类从东非东非出来嘛，那往东南西北到处乱跑，从12000年前到了北美啊，跑到南美花了3、4千年。哦，才跑南美，就是慢慢一步步走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说这个地的生产力太低。对。不够吃的是，所以说这个农业啊，是一个伟大的技术突破。对，
农业开始，哎，我自己不用靠野生的了，我自己种啊，这不得了啊，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农业开始以后，有人算过啊，就是说，本来不是5平方公里才能养活一个人嘛，对，农业以后0.5平方公里养活一个人，是，就它的那个土地生产力增加10倍，10倍以后当然就不用那么看人就杀了，对不对？像大安区除了我们2个之外，妈可以容纳再容纳20个人，对不对？好，所以开始有这个群居嘛，发展的就是有分工了，是所以这个是农业文明的开始。不过农业有2大阶段，就是说前5000年不懂得灌溉啊，农业生产力大概0.5平方养活一个人，后5000年懂得灌溉不得了，就又提升5倍，就变0.1平方公里可以养活一个人。很可能就跟周公那个时代差不多。你看他开始有井田了嘛？周公那时候，商纣不是晚商是差不多离现在3000年前嘛？是啊，那已经有灌溉了。对，已经有灌溉了。对，就是因为这个农业带来的这个生产力提升，生活大概可以稍好一点，大家可以分工于是开始有这个技术啦、专门啦，甚至有人比较专门求知的，念点书啊，是记点历史啊，是什么是观察点天象啊，对，其实这个就是跟知识提升生产力还有关系。是没错。好，现代人呢，你看没有人担心吃的问题啊，是，就是现代科技是，那么所以说可以看到说，野蛮往文明走第一个它有知识，对，有知识提高有技术，对，技术提高了改善生活水准它就慢慢就文明就出现，是，对，所以文明其实跟那个求知是分不开关系。但是如果求知有一个就走偏也很可怕。对，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真实的笑话，就是史怀哲，就是在非洲那个史怀哲医生，人道主义者，当时发生1次大战了嘛。那他当时在那个非洲的食人族的酋长就问他说：“你们白人很奇怪，这你们杀这么多人是要干嘛呢？你们又不吃。”对，就是动物还有一个简单它没有道德，它就是要吃或不吃。可是它如果够吃了，它不会为不是这个饥饿的理由去杀戮。人不是，人一旦有了想象，就很可怕了。对，不过动物它还受一个什么？受这个基因的控制。不是那个 Richard Dawkins 有本书叫《Selfish Gene》。对，就你我们其实都是基因创造出来的生化机器人。对，是基因创造我们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活着，替它保存基因。我懂了。因为现在距离现在就是说，我们男人身上大概有32兆的细胞，每个细胞里面有完完整整的所有的基因库在里面就是46条染色体嘛。是。然后你包含了我们所有这个 DNA 在里面，所以我们一个人活着帮他保留了37兆的 copy 基因。然后你要让你有性欲追求去生育，对，一生育又是这个32兆的这个基因又保留下去所以说了动物那个基因训练就是说，第二你要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对，你活着，我有32兆基因在你那边保存着，好像银行放在这边一样，你要活着，第二你要去就是再生产，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动物生了小的就会复读因为就像你 drive 说，这就是新的基因库，对，增加出来，你要好好爱护它，对，所以说人受这个基因的驱使是很大，我们做很多事的诱因是。那所以现在如果走到文明我们知道说，其实你跟我的基因999%是一模一样的，就1/1000不同。对，1/1000不同，所以我们长相稍微有点差别。对，如果完全相同，我们认不出来。是。可是现在人的想想看
很多过去种族啊屠杀了，根本这同样人没有那种差别。是你为什么把别人妖魔化，要去杀呢？对，这也是一个愚蠢。对，这个也要用知识来破解。是，对啊，就好像现在就常常讲啊，狗跟狼嘛，讲要什么要狼性，强调竞争，没有，我感觉狗是文明的开始，就它跟人合作嘛，它本来也跟狼长一样，它跟人合作以后，人就把它喂饱，还有人会疼它爱它。你看狗有这么多种，长得不一样，有各种功能，然后有那种完全只是为了快乐的功能，就是宠物啊，比如养一只伯恩山，你看多棒，多么有气，多么有贵族气质，这些都是为了那个。可是你看狼很惨啊，灰溜溜的，都被人几乎杀光了，然后很惨，所以不是我感觉不是要强调狼性啊，就是你不是要竞争，你要强调说，做狼还是做狗好，就是你要跟人合作。对，这个合作跟自私啊，在我们那个生物演化学啊，或者动物行为学上有剧烈的争辩。是。照理讲，每个动物之间自私啊，是没有合作，你整个群体会灭亡。对。可是呢，这个说每个人都为了别人不自己活的，你基因没办法留续，是没办法存续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但现在在争论说一个像人啊，这个能够活到现在，到底是自私的基因占的成分大，还是这种无私的成分占的大？我是应该怎么讲？期待它是无私的，就是宇宙这个文明的曲线可能很漫长，可是它应该偏向善良才对。就这个曲线应该偏向，不应该往那个恶的地方去。对。不就像我们现在讲说，人之初没有什么善和恶，对，就是受嘛。那我们要脱离受，基本上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对，还有很多的技术，对啊，那这样你才能力脱离这个受嘛。现在我们知识其实很够了，我们现在其实人不用为吃饭发愁，粮食生产啊，其实整个世界上是过剩的。对，听说美国有农产品啊，有很高的比例根本还没进到消费这个 channel 里面啊，差不多3成到4成，就是报废了。因为比如说，本来这个柠檬长这样，对不对？长得歪了一点就不要了，长得大一点不要了，长得小一点不要了。其实它是好好的，所以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澳洲有一个女士，她很了不起，她就是专门收这个还没有进到超市里淘汰掉这3成的食物，她收集来，然后做成一份一份食物，帮助那个流浪汉啊或者穷人有需要的人。可她后来，她就是真的够聪明，她发现她一年可以做到2700万份餐哦。可她发现她做的越多，她要募的款越多，她每天来找曹董这种说我要钱，要帮助别人。她感觉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啊！我要帮助人越多，结果我要募的钱越多，不对。后来她去开了一间超市，就是里边的东西都是这些淘汰的。然后它的规则是这样啊 ：Take what you need， 就你随便拿，爱拿多少拿多少 ；Give if you can， 就随便给，爱给多少给多少。那别人想一定是啊，这样一定完蛋，会有人乱拿，不会。即使再坏的人，他要吃2个苹果，他也不会拿8个。我在台湾演讲，问听众都是问那个读者都是问说，你们感觉有没有这种王八蛋呢？大家说有，我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可以去拿，就是坏人也要拿新鲜的，再自私的人，他明天再来拿2个新的就好了。那这样的超市会不会赚钱呢？居然赚钱，为什么呢？因为来这里的人如果不是穷人，就是我支持你，所以一定多给。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要人，不用人看着，不用收银机，你就来拿吧，好，不用管理。所以他一个超市1年可以赚2000万澳币，澳币1比20，就是你找到一个新的规则会非常有趣。所以这个人叫 Ronnie Kane， 了不起的女人。你刚才讲的，要用脑筋啊，仓廪足知礼义嘛。对，你要有足够的供给啊。对，衣食足知荣辱，要有一些供给，解决那种匮乏或者惶恐。是，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对啊，就好像大哥讲这个人养嘛，所以我们这叫章礼，几章礼？章礼就是一个人1天可以耕的田
叫1张里，所以比如3张里就那养3个人。那大安区哦，妙的地方，大安区就是当年是福州这个泉州府安溪县的人来开垦，泉州人都是做生意的啊，所以鹿港这些都是，只有安溪县人是耕田的哦，所以这里是伟大的安溪人，还是所以叫大安。你看啊，所以有原住民啊，过去这边叫古亭嘛，就真的有个鼓在那边，如果原住民过来啃，公馆就是大家这个活动中心啊集合的。所以过去那边叫景美，不是，我后来查知道叫经纬，就是边境的尾巴，境纬。哦，台语有个经纬，还是那边境尾巴这太丑了，太难听了嘛，就改了叫景纬。那木栅没有改，木栅就以前真的有木栅，这个地名就没改。所以古亭就是这样来。我感觉，其实我们应该教小孩这样，他才知道我为什么生在大安区啊。对。以前我感觉城中区很好，原来一定有个台北城叫城中区，现在改叫中正区，就不理想了。你就那个记忆跟这个土地的就脱节了。所以大安区以前也是耕田的嘛，所以可以养这些人。如果没有，就大野人了，这里叫大野了。好，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好，咱们这个继续聊啊，希望大家听众能够听得开心。是。好，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